陛下，好像是知夏，老奴出去瞧瞧。哎，等等，朕怎么听着，好像是在说泽生郡主啊？走，随朕过去看看。陛下，奸人未除，郡主死不瞑目，求陛下为郡主做主。陛下在此，姑姑莫要莽撞啊！陛下，求陛下为郡主做主。阿恒，带姑姑下去。是。陛下，袁清离他是凶手，陛下绝对不能姑息。陛下，怎么连个下人都管不住？啊，学才，老奴在。知夏年纪已经大了，你去安排一下，就让他住在宫里，好好的休养生息，别再没事的就跑到这儿来打扰阿慈。是，老奴回宫后即刻安排。姑姑也是念着泽生死的凄惨，心恨难平。如今将犯案之人绳之以法，才是最要紧的。昨日玉罗跑到宫中去求见朕，被朕挡回去了。阿慈啊，你现在应该清楚这袁家小姐的真实人品了吧？臣斗胆，有事相奏。又想说什么呀？如果你想替那个女人求情，那朕想说你醒醒吧。并非求情，而是说明真相。若阿元真的杀人灭口，也由不得微臣求情。什么真相？我与赵岩、长乐公主仔细梳理过案情，虽然还有很多疑点，但基本可以确定，阿元并非凶手，而是被人刻意陷害。你说这个阿元，啊，回到京都才多长时间，就惹出多少的事情？难道人人都想陷害他吗？根据我和长乐公主、赵岩的调查，发现阿元并未服下泽生所送的药，所以没有杀人动机。指证阿元的渔夫是在出事前被人刻意引到那一处，为的就是指证在那里经过的阿元。我们还发现，在现场除了阿元、泽生和舒儿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名女子出现过，并在泽生遇害之处遗落了一只耳坠。除此之外，泽生郡主送给阿元的信是冒充了长乐公主的笔迹，这并不是一个刚到庸国的深闺女子所能办到的。所以我怀疑，整起案件就是一个阴谋，而泽生就是这场阴谋的牺牲品。你确定？臣有了一些线索，但要找到确切证据，尚需时日。听闻昨日乔丽连夜刑讯阿元和他的侍儿，手段狠辣，不仅动了刑，甚至将阿元的侍儿活活打死。若继续用刑，阿元要是有个好歹，查出凶手另有其人，恐怕难以向袁夫人交代。父皇，端侯所言有理，袁家世代忠良，袁夫人也是一心为父皇打算。如今只生了这么个女儿相依为命，若真是被冤死，袁夫人伤心绝望之下，未必还活得下去。敢动用私刑，这个乔丽也太大胆子了。传朕口谕，继续追查凶手，将袁清离暂时开押，不得用刑。是。好了，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这个案子呢，的确非常棘手，一旦弄不好，就会让昭王对朕心存恨意。好在阿慈也是昭王养大，啊，你可以写信给他，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清楚。泽生之死纯属意外，不是朕不痛惜他。还有，这凶手我一定会一查到底，一定会给昭王一个交代。臣遵旨。
才，老奴在。传朕口谕，袁清离的案子，不用再查下去了。这2日，若再找不到真凶，即刻将其处斩。是，陛下。你怎么了？皇上来看了你，你反倒更加放心不下的样子。阿元有危险了，皇上可能会拿他开刀。怎么可能啊？我刚听说，皇上还开了口，说不许再对阿元用刑。唉，所谓帝王侧，怎会在乎区区小节？阿元的生死，对于雍昭2国的安定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既然暂时找不到真凶，赶紧杀了阿元这个所谓的凶手，安抚昭州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皇上明知乔丽滥用私刑，致人冤死，却并未处罚乔丽，可见心意已定。如若我们再不行动，阿元必死无疑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若是对付他，若是对付江探，倒也不难。但是叶王至少还是皇子，虽说不是特别上进，但人缘特别好。所以，我们要破的不仅是泽生的案子，我们的战场也不会是大理寺，而是皇宫。袁大小姐，不如让我把这侍儿的尸体送出去。不用，小鹿很勇敢，一直保护她的小姐，不愿意一个人离开，就让她在这里陪我吧。可小鹿姑娘她已经死了呀。我这案子，主使者和真凶不好查，但要查到我是被冤枉的，其实不难。如果这1、2天以内还是没有接到放我出去的旨意，那我就出不去了吧。黄泉路远，小鹿，你若能等等我，还来得及一路同行。你说这话，让我如何跟袁夫人交代？帮我带话给我的母亲。阿元这辈子最不后悔的，就是做了她的女儿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要继续做她女儿。你确定小韩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？听闻叶王对他很是看重，他在万春宫行动方便，再加上身为暗卫的机敏，应该不难得手。侯爷，左公子，找到了。听闻瑟瑟和小印子死后，叶王曾把他们的屋子仔细搜查过，可他大概也没想到，瑟瑟居然会把东西藏在好友平儿的屋内。
且放在了平时注意不到的屋梁上。难道瑟瑟和小印子就是因为这盒子里的秘密才遇害的？很有可能。侯爷，这香囊上的绣工，很像是乔贵嫔的手笔。记得阿元曾经查到，小印子也提起过，叶王和宫中一位妃嫔走得很近。难道真的是乔贵嫔？这是乔贵嫔的字迹，她送给叶王的扇子上题了首情诗。想来当日瑟瑟就是发现了他们的私情，为求自保，才偷了这2样信物。叶王也正是为此事，才刑审瑟瑟，瑟瑟受刑死去。听说，小印子以为瑟瑟未死，也可能只是想留住瑟瑟的尸体，所以想背着瑟瑟去找情姑。可直到瑟瑟尸体僵硬，都没能躲过追兵，被击落在揽月湖中。可怜一对有情人，却因为这对狗男女见不得人的私情而死。乔贵嫔入宫几年了？听说有3年多了。可这首情诗却题于4年前。阿元他竟然说，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，就是做我的女儿。如果还有下辈子，他还要做我的女儿。我亏欠他的太多了，可是现在，他身陷绝境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实在不明白，皇上平日看待夫人甚好，为什么在紧要的时候总是这样无情无义？哪怕他明知道小姐是冤枉的，还打算拿小姐来安抚昭州的人心吗？夫人，有贵客要见你。谁？夫人有请。果然是贵客，不知端侯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我为阿元而来。阿元是夫人心中宁死也要守护的珍宝，同样也是景慈最为珍视的人。我要救阿元，需要夫人相助。你救他？你终于弄清，她不是仇人之女，想要补偿她了吗？即便她是仇人之女，我也不会放弃救她。我心中最为珍爱和重视的那个人，自始至终都是她。可你已经放弃她了。我从未放弃。你还敢说你从未放弃过她？是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另有因由。
当日之事，连朕都能看出来，你是被人陷害的，你自己却蒙在鼓里，茫然不知。哎，朕不知道你在战场上那股聪明劲儿都去哪儿了。是儿臣无能。不是你无能，而是你太过于自信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谁都比不上你。父皇的教诲，儿臣字字铭记于心，定当不辜负父皇的教诲与期望，为我大用鞠躬尽瘁。好，你现在刚刚解了禁足，如果这个时候恢复你的位置的话，恐怕会引起朝臣们的口舌，惹出不必要的事端。朕倒想把你派出去，好好历练历练。是。当年襄州兵变，余党未除，现在仍兴风作浪，滋扰我大庸百姓，令朕担忧啊。朕命你即日启程，前往襄州，督办贼寇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泽生郡主，我们一定会替你找出真凶。亲王殿下有心了。这阿元身陷囹圄，处境糟糕。我原想着端侯这时候应该急着搜寻证据，想办法替元小姐脱困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端侯居然稳坐家中，好像不准备再管这事儿了。我并不是不管，而是不用再管。我所求之事，皇上已经应允我，的确令我安心不少。泽生一案，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不会让我失望。我等着藏在背后的元凶付出代价。听说昨夜皇上召见了博王，殿下从宫中来，可有什么消息？我今日出宫较早，也没有听得什么消息。哦，不过听闻父皇已经解了大哥的禁足，还付了他一些军权，派他往襄州去了。若大哥在襄州有一番作为，与他的声望大有益处。果然是世事变化，盛衰无常啊。是啊，得知父皇没有真的和大哥置气，我悬着的心也算放下了。大哥看着好大喜功，处事也有些鲁莽，可他一片赤心，始终是为了大用。殿下言行公允，在下实在佩服。外面寒凉，端侯身体尚未痊愈，不必再送了，快回去休息，别冻着了。腊日祭所穿的衣裳，准备的如何？回娘娘，奴婢已经去看过了。娘娘的衣裙正在缝制，绣工精湛，领口和袖口均缀满了珍珠，可漂亮了，保证能让娘娘艳惊四座。那便好。林淑妃那边呢？林淑妃那边今年倒是稀奇。他没有命人给自己缝制新衣，反倒是给博王缝制了华衣。林淑妃是博王的养母，并不得宠，未来全指望她一手带大的博王了。给博王缝制新衣，也并不是什么奇事。
但是淑妃和博王那边传递消息倒是密切，光是昨天一天就传递了好多回。奴婢看，淑妃宫里人人喜气迎腮，仿佛有什么天大的喜事。喜事？公子，刚刚送糕点进来那个小孩，自亲王来了之后，就一直鬼鬼祟祟地盯着。我知道，他是细作。公子知道？这些日子我们监管得太紧，那些人的眼线无法在端侯府外监视，只能往里面塞人。我瞧着那个小海太过机灵，食指和拇指间有厚厚的茧子，他分明就是习武之人。索性便留下了。啊？为什么？留着他，有用。嗨，公子说有用，那就一定有用。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救回阿元小姐了？这局棋已经开始下了，应该很快就能见胜负。小鹿也跟着阿元小姐在大牢里呢。这么冷的天，也不知道她身体受不受得住。她虽然是个小侍婢，可身体啊，还是娇气得很。阿恒，小鹿她……小鹿她怎么了？我去大理寺大牢外转过2回，听说她跟阿元小姐被关进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你是说，皇上应允了端侯一件事情，所以端侯才安心下来？可知道究竟是何事吗？端侯和庆王并未具体谈及什么事，小人不知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这件事儿好像有蹊跷。听说皇上召见了博王，解了他的禁足令。可是，在他昨天去过端侯府之后，娘娘，现在宫中都在传说皇上答应端侯的事，仿佛不仅仅涉及到泽生郡主的案子，莫不是皇上给了端侯什么承诺？才让端侯放弃了查案，静养在府中。娘娘，那是林淑妃的心腹太监常远。锦心。是。哟，公公，你这是急着做什么去呀？得亏呀，你这撞着的是我，要是冲撞着我们贵嫔娘娘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参见娘娘，参见娘娘！大胆奴才，竟敢偷到宫里来了！娘娘容禀啊，小的并非是偷啊，小的是淑妃宫中的一个小太监，奉淑妃娘娘之命出宫办事的呀。还敢弃词狡辩！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淑妃姐姐能差你出宫办何事？娘娘明察呀，小的真的是奉了淑妃之命出宫办事的呀。咱们娘娘最是宽仁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娘娘自然不会为难你的。是，这些金饼子是娘娘让我拿出宫去送给博王殿下的。娘娘说，博王殿下最近有喜事，要将这些金饼子送给殿下，将宅子好好修葺修葺。又因陛下再三让后宫缩减用度，虽说贴补博王殿下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传到陛下耳朵中又生是非，所以娘娘要小的再三小心。博王近期有喜事？
是何喜事？这小的不知。算了，你去办你的差事吧。本宫也不与你为难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立刻把这封信交给父亲。是。等等，把腊日祭所赏赐的绸缎和字画一起送出去，千万不要引人注意。是。鱼儿上钩了。正如侯爷所料，乔贵平按捺不住，给乔丽去了信，乔丽立刻转给了叶王。行动可还顺利？侯爷放心，偷梁换柱，一切顺利。叶王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所察觉。是这个笔记。侯爷此番引蛇出洞之计，甚为有效。你辛苦了。这几日你就留在万春宫，不要再有任何其他行动，以免引起其他人的猜疑。是。臣穆北燕，参见陛下。免了。北燕啊，你急急忙忙见朕，有什么急事啊？臣是为……如果是为阿元的事情，就免谈。你们人人都说阿元不是凶手，可你们又找不到真正的凶手给朕。不是朕不给你们机会，是你们在为难朕，让朕没办法向昭王交代。陛下，臣此次前来，不是为了阿元，也不是为了臣的私事，臣是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。穆北燕，江山社稷，非同儿戏。如果你夸大其词，朕今天就摘掉你的脑袋。臣绝不敢妄言。呈上来。陛下，臣刚刚截获这封密函时，乍看之下，以为只是乔贵平写给父亲的寻常家书，但臣后来用香灰盖了信纸，仔细对着阳光看，发现了隐藏的字迹。陛下，传乔氏。是。阿慈，听闻宫中有骚动，乔贵嫔忽然被带到了建章殿，禁卫的神色颇为不善。阿慈，你并不是真的想继续查案，而是联合了袁夫人和北燕，对付叶王和乔贵嫔。所谓釜底抽薪，擒贼先擒王。若叶王不倒，我便是找到100个阿元不曾杀人的证据，
他都能觅到101个能将他扣入狱中的理由。可我们手中并无扳倒燕王的铁证，于是你便盯上了乔贵嫔。以泽生之力，安排船只，仿冒长乐笔记邀约阿元，并不难做到，但不可能连待在他身边的知夏姑姑都不曾知晓，除非有人代劳。泽生初入雍宫，并没有什么朋友，跟他走得最近的只有乔贵嫔。偏偏乔贵嫔还跟叶王有些干系，所以你疑心是乔贵嫔在背后怂恿，设计了阿元，又害了泽生郡主。泽生一定是将乔贵嫔当作知己，跟他聊起将嫁博王之事，引来了杀身之祸。他以为可以整治阿元，却不知人心险恶。他早已是旁人设计好的棋子，被人轻轻推上了死路。他一死，博王想娶她的计划只能落空，还能嫁祸给阿元，令袁夫人、贺王府陷入漩涡，甚至遭受灭顶之灾。可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。乔贵嫔深得皇上宠爱，你哪里得来的证据？因为没有证据，所以我就让他们自己交出了证据。乔氏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妾不知。不知？好啊，朕来问你，你让你父亲通知叶王，让他尽早的谋划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朕下诏。你说，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？陛下明鉴，那封信究竟从何而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密信虽是我的笔记，可先前袁大小姐不也是被人冒仿笔记，遭人陷害的吗？贵嫔也认为袁大小姐是被人陷害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臣妾冤。朕看你一点都不冤枉。泽生郡主的死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陛下，臣妾冤枉。陛下，臣妾是因为先前袁大小姐被冒仿长乐公主笔记的陷害，引去嬉戏，由此联想到，如今一定是有人仿造臣妾的笔记，加害于我。至于泽生郡主遇害真相如何，臣妾一介深宫妇人，如何能够知晓啊？案件中如此的细节，你一个深宫妇人，又是如何得知的？再者说，你是泽生郡主的好友，连你都能脱口而出阿元是被冤枉的，为何你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连夜用刑，把阿元打成重伤，更是把他的侍女活活打死？他到底是怎么得罪的你？为何你们父女一心地想要害他？陛下，不用了。我听闻，阿元与北燕曾经误入一个破旧的染布坊，若非庆王及时赶到，二人险些被当成刺客误杀。事后，阿元跟我提起此事，说他无意当中发现了叶王和乔丽正在密谋。我一个女人家怕事，便让阿元不要再提起此事。可是这无意当中的发现，却让阿元遭受杀身之祸。陛下，恳请你为我做主。你不用担心，此事朕一定会替你做主。陛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如今看来，当时那些人是故意想杀我灭口的。其实阿元也只是隐约听到了叶王怨恨陛下偏爱养子，
又提起杨大将军和我父亲，似有不喜之意。不过此事，倒让臣想起长乐公主和赵岩在押解谋害我父亲凶手回京的路上，遇到夜王之后，那2个疑犯便莫名其妙地猝死于途中。当时只是想着，该是偶然。毕竟臣服于夜王，无怨无仇，岂有相害之理？竟有这样的事情，为何亲王从未向朕提起过？启禀陛下，庆王殿下当时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围攻，见我们没什么大碍，便没敢惊扰陛下。至于父亲遇害之事，疑犯已死，即便臣怀疑是夜王杀人灭口，也不足为凭。这个畜生！夜王呢？朕不是让他来见我吗？为什么那畜生还不过来？也不知道这个畜生背着朕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。你是怎么让他们自己交出证据的？我在雍国根基虽浅，但袁夫人在雍宫内外有的是可用之人。她遣了一个旧宫人去找林淑妃叙旧，顺便告诉林淑妃，我们这些人想要对付夜王，让他稍微配合一下。比如，他拿一些钱财和提及的宝物送入博王府。这是想让人感觉到，博王那边很快会有些喜事。光感觉还不够，还要半遮半掩地告诉乔贵嫔身边的人，陛下那里很快会传出博王的好事。择生遇害，博王的喜事并非亲事，那又会是什么呢？皇上看望我之后，我忽然放弃查案，乔贵嫔自然会想到，陛下是不是答应了我什么，才会让我安下心来。再联系林淑妃那边的消息，她自然会把这件喜事往其他方面上想。好大的一盘棋！攻心之计而已。我便是要他认定，皇上打算重新重用博王。此事要是由我身边的人传出，他自然不会相信。可不幸的是，他在我府里埋了一个细作。他的细作悄悄传过去的消息，他怎会不信？便是心有所疑，他也会赶紧传讯给他的父亲和夜王。只要是传讯，必定会留下证据。而你以部下王，想要得到证据不难。这证据由北燕交给雍帝最为合适。他如今在建章殿。如今他不仅要救阿元，报复仇，还要自救，当然不惜代价。所以阿元很快就能洗雪冤情了。真凶未能抓获，冤情大约洗雪不了。但夜王如今自顾不暇，袁夫人想要讨回她的女儿，应该不难。乔贵嫔并非因为择生之案而受责，这凶手一时半会儿也抓不住。你应该放心了吧？他应该已经带着他的父亲离开雍国了吧？没有夜王的威逼，他不会再为非作歹了。